对6位女弟子倾尽所有，可他们竟联合要灭我。弥留之际，我极限自爆，落得同归于尽。可没想到，竟然重生到觉醒收徒系统这天。宿主，你的那6个徒弟也重生了。这一世没有了我这个师傅的倾囊相助，看你们还能不能修炼到大地境。陈长老，宗门考核已经结束，宗主让你前去挑选弟子。今天也是我第一次收徒的时候，上一世的6位弟子，其中3个都是今天收。就差一点我们就杀了他了。是啊，明明他都受了重伤，为什么我们还杀不了他？我们只差一步就可以正道成圣了，最后却偏偏死在了他手中，都怪这个家伙。 3个白眼狼直接杀了，太便宜你们了！我要让你们体会到一点资源都拿不到的滋味。各峰长老，现在请挑选你们中意的弟子吧。上一世我拜了陈阳为师，被他耽误了那么多年，此次我要下山拜赤云仙尊修炼，这小小天剑宗还不配收我。时间慢慢过去，6大峰主都收走了不少弟子，可是柳如烟和周清敏的根骨太差，长老们根本看都不看。为什么6大长老不收我们？上一世我们可是大帝啊！我的2位师姐竟然没被选中，意料之中。上一世没有我大发善心，你们3个根本就入不了7大主峰。陈长老，现在就你小云峰还未收徒了，你快些挑选弟子吧。身份毕竟摆在这儿，收2个应付一下吧。我就算是去12副峰，也不愿再拜陈阳为师了。你们可愿拜入我小玉峰门下？啊，弟子愿意。3人此刻看到陈阳收徒，心里莫名有些不是滋味。虽然他们不要了，但是别人也不能要，毕竟那是曾经属于他们的东西。柳如烟、周青淼，你2人可愿拜入我清源峰门下？眼下确实没有其他选择。不过，就算我只能拜入12副峰，我一样可以成大帝。我还是抓紧回家拜师赤云仙尊吧。在我父母口中，那可是一个真正的世外高人。陈阳给2位弟子发放完丹药和住所，就回到了自己房间。系统，这一世我收徒为什么没有奖励了？宿主，本系统已经满级，所以不需要你再为我打工了，懂了吗？你的意思是说我这一世收再多徒弟都没有奖励了？你上一世所获得的那些奖励，现在都保存在系统空间里，你可以随时支取。也就是说，我以后修炼根本就不可能缺资源了。清明峰的主殿甚至都还没有小云峰上的一间偏殿大。杨师姐，为何我们只有5块下品灵石，2枚聚气丹？就这点修炼资源，我们怎么够用？上一世我们搬入小云峰，资源多的都用不完，现在给的不就是打发叫化子吗？你要是嫌少，怎么不去7大出峰，来我们清源峰做什么？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货色。我们清源峰好心收留，还到处嫌弃，愿意留下就跟我走，带你们分配住宅。只剩下你们2个没分配住宅，以后就住在这里吧。这是给人住的吗？这不是欺负人吗？咱们清迎峰就这个条件，你们爱住不住？师妹，算了，谁让我们拜入的是12副峰，而不是7大主峰？师姐，要不我们下山去当散修吧？我实在受不了这里的环境了。师妹，这天底下的灵气浓郁的洞天逢地，几乎都被各大宗门占据了，修炼资源根本没有，而且我们没了宗门的庇佑，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谁能想到副峰是这种环境？要是我们能拜入7大主峰就好了。师妹，我们不能向那个家伙妥协，就算我们不拜他为师，我们一样可以成为大帝。宿主，这是你要的100颗能提升10倍修炼速度的仙灵丹。我的徒弟穷得住茅草屋，可我却神品丹药当饭吃，只因他们上一世竟敢联合谋杀我。没想到我带着满级系统和他们一起重生了。第一件事就是把他们送出去。我这一世根骨为什么这么差？难道上一世给我的丹药有提升根骨的作用？坏了，忘了我这一世的蛊毒还没被陈阳治好，好疼啊！看来要赶快去拜赤云仙尊为师，他一定能为我解除这噬心蛊。重生一世修炼就是快，一晚上差一点修炼到5境。师傅，我们为你准备了早饭，以后做饭不用做我的，为师这个境界已经不需要吃饭。是，上一世我那6位逆徒，一味索取贪得无厌，如今随便收的弟子确实不错。我昨天给你们的神元丹，你们服下没？师傅，我2人愚笨，服下后修炼到了现在，也未能引气入体。不急，万事开头难。我倒要看看这一世没有我的帮助，那几个逆徒能修炼到什么地步。师姐，为什么我们的修炼速度不如上一世的1/10？一定是因为这一世给我们神元丹，全都怪他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没有神元丹洗精法髓，照这速度我还怎么重回大帝？师妹别急，我们这一世的师傅虽然只是个副峰峰主，应该也有神元丹。杨师姐，你可知道师傅在何处？师傅昨天下山去了，你们找他有何事？那你可知道师傅有没有神元丹？那是什么东西？就是那种能洗精伐髓、让人脱胎换骨的丹药啊！世上竟有如此丹药，你们找师傅就是为了要这丹吗？没错。笑话！先不说师傅有没有这种丹，就算有，凭什么给你们2个？你们算个什么东西？不过是7大中锋不要的货色。某些人天赋不行，天天想着歪门邪道，可笑可笑！太气人了！我们只不过想要个神元丹而已，他凭什么这么羞辱我们？等我重回大帝，必报今日之辱。不过当务之急是先得到神元丹，一会儿师傅回来，我们亲自找师傅问一问，他应该知道哪里有。师傅，你抓紧给我2人神元丹。你们师姐说了，世界上不可能有如此神奇的丹药，人的天赋根骨都是与生俱来的，怎么可能依靠药物改变？看来如今只有陈阳手里有，他到底是从哪儿整的？为师等下要去小云峰找陈峰主一趟，你们2人还有事吗？没事了，师傅。
师姐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总不能服软吧？上一世我们就是大帝，如今哪怕没有神元丹，我们依然能修炼成大帝。师姐，你说的对，绝对不能找陈阳那货讨。齐长老，我旧伤复发，始终买不到千年冰寒花，你还有没有上次给我的固本丹？我用50块上品灵石跟你交换。肯定有啊，我系统空间里的丹药，当饭吃都吃不完。雨嫣，快去我飞剑上把灵石拿给陈长老。都叫长老，那还说啥了？拿去吃吧。你说这扯不扯？太性情了，陈长老。没事，你昨天新收的弟子中，是不是有2人特别蛮横无理？陈长老，那2人是我负责安置的，简直就是无理中的无理，甚至嫌弃我们清明峰。看来这2人已经意识到神元丹的强悍，不过这丹可是系统出品，其他人根本不可能有。想来林轩儿此刻也到了家中，殊不知上一世他的家人全被他这次即将拜师的赤云仙尊杀害了。父亲母亲，这一次我一定听你们的，拜师赤云仙尊。女儿，你能这么懂事，娘也就放心了。太好了，赤云仙尊不会为难我们了，我们不用死了。女儿，你刚回来，先进屋里洗把脸吧。好，那你们在这儿等我。母亲，每一个拜师赤云仙尊的都死得老惨了，我们真要把我姐送过去吗？那边已经给钱了，他不过去拜师，死的就是我们了。那还是让他死去吧。你在家看着你姐，我们2个抓紧去报告赤云仙尊。你就是林轩儿。是，师父。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我赤云仙尊的弟子了。多谢师父，我总算是拜赤云仙尊为师了，这下蛊毒有救了。女儿，你就好好跟着赤云仙尊修炼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爹娘，你们一路小心，以后我会常常回去看你们的。好好好，有空了你就回家来看我们。还想回家？你回得去吗？过不了多久，你就连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。徒儿，为师先安排你在关内住下，明日再修炼如何？师父，弟子有话要说。你有什么话便说吧。弟子身中噬心蛊，这蛊毒每3日发作1次，每次都痛不欲生。弟子恳请师父帮我逼出体内蛊虫。上一世陈阳刚收我为徒时，就立刻帮我逼出了蛊虫。他们办到的事情，赤云仙尊一定也可以。我马上就要摆脱噬心蛊了。想不到啊，你竟然中了噬心蛊，可惜了。怎么了，师父？为师现在有伤在身，修为还未恢复，所以暂且不能为你逼出体内蛊虫。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受伤了，这体内的蛊虫就是我种下的，我怎么可能会帮你？那样的话，我的计划不就落空了？我原本以为拜了师就可以像上一世那样立刻逼出蛊虫，没想到新师傅却帮不到我，怎么会这样？以后我岂不是还要继续忍受那种噬心之痛？那师傅，你伤势什么时候能好？等师傅伤势好了，一定就可以帮我取出体内蛊虫了。我只要再忍受一段时间就可以了。他能帮我取出蛊虫，师傅一定也可以的。为师这伤，恐怕3年2载之内是难以养好了。这么久，我原本以为自己只要再熬一段时间，等师傅养好伤后就可以摆脱噬心蛊了。师傅养个伤竟然要2、3年，每天忍受这种痛苦，这比杀了我还难受。师傅，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如果我今天拜的师傅是陈阳，估计现在蛊虫已经被取出来了吧？其实，办法也不是没有。师傅，什么办法？徒儿，你只要修炼这本功法，就能缓解蛊毒。这本功法共有7层，等你修炼到了第4层，就能自己取出体内蛊虫了。师傅，这血魔噬心功不像是正道功法吧？这功法的名字怎么看都像是魔道功法。我的师傅可是世外高人，身上怎么会有这种功法？徒儿，这功法能克制你体内蛊毒，虽然它不是什么正道功法，可修炼这功法却对身体无害，而且这可是很厉害的功法，你尽管放心修炼便是。真的吗，师傅？只要能取出蛊虫，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再说了，师傅是世外高人，不会骗我的。对了，师傅，弟子还有一事，就是你这里有没有神元丹？我现在除了想迫切的取出体内蛊虫之外，还想要得到神元丹，那是能让我一跃成为天骄的丹药。我现在做梦都想得到。什么丹？那是什么东西？师傅，你没听过神元丹？怎么会？陈阳都有神元丹，我的新师傅是真正的世外高人，怎么会没有神元丹？从未听过。连陈阳都有的神元丹，赤云仙尊竟然真的没有，甚至连听都没听过。徒儿，这神元丹你在什么地方听说的？它到底是什么丹药？师傅，这神元丹有洗精伐俗之效用，能助人脱胎换骨，一跃成为天骄。原来如此啊，不就是洗金伐碎的丹药吗？为师有的是。师傅，你真有洗精伐俗的丹药？当然有了，徒儿啊，这种丹药就能洗精伐碎、脱胎换骨，让你修炼起来1日千里。你只要服用这种丹药，不出2月，你就能将血魔噬心功修炼到第4层了。真的，我的师傅果然大方啊！我拜他为师，果然没错。当真是蠢货，看来不出2月，我又要多一具傀儡了。我之所以到处招收弟子，为的就是将这些弟子都炼制成我的傀儡。我真正的身份是一名毒蛊师，而我给林轩儿的那本血魔噬心功修炼之人，会彻底变成一具没有意识的行尸走肉。而那些丹药其实是噬心蛊幼虫的饲料。来，这是你们这个月的修炼资源。
谢师傅。行了，下去吧。是。都是弟子，怎么差别就这么大呢？上一世那6个逆徒从来不知道感恩，与其说把我当做师傅，不如说是把我当成了血包，不停地吸我的血。反而现在的这2个弟子，我给他们，他们就要；我不给，他们也不会有怨言，依旧默默修炼，同时照顾我的生活起居，比那6个白眼狼好太多了。如今柳如烟和周清敏拜入清明峰也有1个月了，不知道这2人没有了神元丹洗精伐足，如今修炼到凝气境几层了？他们的天赋和根骨本就平平无奇，估计最多也就突破到了凝气境2层。这倒不是我看不起他们，而是他们的根骨已经决定了他们的上限。我修炼了1个月，如今却依旧卡在凝气1层，这对我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。要知道上一世这个时间，我已经突破到凝气境7层了，可现在我却卡在凝气境1层足足1个月了。师姐，我好烦啊！我一直无法突破上一世，这个时间点我已经突破到了凝气境6层了。唉，我也是无法突破。师姐，看来没有神元丹，我们连普通弟子都不如。我上一世能成为天之骄子，全靠陈阳给了我们神元丹，让我们脱胎换骨，一跃成为了天骄。现在没有神元丹，我们就被打回了原形。上一世我们都不曾在意的神元丹，竟然是能改变我们命运的东西。我还以为我们本来就天纵奇才，陈阳给我们的那些修炼资源，也不过只是锦上添花罢了。现在我也认清了自己的天赋，我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天骄，相反，我的天赋甚至连普通弟子都不如。没有陈阳，我们上一世也只会像现在这样泯然于众人。师姐，那我们怎么办？我想要神元丹。体验过那种当天骄的感受后，如今重生归来，我根本就无法忍受自己的平凡。上一世我可是大帝，可现在我这个修炼速度，想要成为大帝简直是痴心妄想。我也想要，可是那神元丹只有陈阳有，让我去跟陈阳讨要神元丹，还不如杀了我。我才不想见到陈阳。重生归来，我可不想再跟陈阳有任何交集。重生归来，我好不容易摆脱了那个让我厌恶的师傅，现在让我再去找陈阳，我才不去。师妹，我们还是去找师傅，看能不能再要一些修炼资源吧。没有神元丹，想要加快修炼速度，就只能靠资源辅助了。看来也只能这样了。弟子拜见师傅。你们2人找我有何事？师傅，我们2人修炼缓慢，感觉修炼资源实在是有点不够用，所以你看能不能再额外给我们一些修炼资源？师傅，宗门每月提供的修炼资源实在太少了，根本不够用，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修炼资源？这样我们就能加快修炼速度了。你2人修炼缓慢，就来跟我要修炼资源，你们觉得这样对吗？当然对啊，你是我们的师傅。师傅，我们是真的觉得修炼资源不够用，这才迫不得已来找你老人家的，请师傅帮我们一次。你2人修炼资源就来跟我要，你们知不知道我这清明峰有多少弟子？如果每个人都像你们这样，那我这个师傅还怎么当？再说了，每个弟子的修炼资源都是宗门规定好的，别人也是这点修炼资源，别人都没来跟我要，你们2个凭什么来跟我要？我当初真是瞎了眼，竟然收了你们2个人当徒弟！哼！你们2个也真是脸皮厚，既然这样理所当然的跟师傅讨要修炼资源，心思都不好好放在修炼上，反而是整天想着走捷径，活该被师傅骂。气死我了！想我周清敏，上一世可是名震4海8荒的大帝，谁见了我不恭恭敬敬？我何时被人这样辱骂过？再说了，我们是齐无极的弟子，他本来就有义务对我们修炼上的事情负责，我们跟他讨要修炼资源根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这齐无极实在太过分了，上一世他在我面前连给我提鞋的资格都没有。就是啊，他是我们师傅，我们跟他讨要修炼资源，这有什么不对？上一世我们跟陈阳讨要修炼资源，他从来都是有求必应的。上一世我们经常跟陈阳讨要修炼资源，陈阳每次都给我们的，甚至有时候他还担心我们资源不够用。跟陈阳比起来，这齐无极同样身为师傅，简直是抠门到极品了。师妹，我们刚刚竟然说陈阳的好了？不对，那姓陈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就算他在修炼资源上没亏待过我们，可是当初他天天管着我们，他也不是什么好人。我才不会承认陈阳的好，这齐无极不是好师傅，那陈阳同样也不是。对，那陈阳跟这个齐无极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那陈阳要真对我好，上一世他为什么迟迟不将9天玄灵诀最后一篇功法给我？上一世我都修炼成大帝了，结果陈阳却迟迟不将最后一篇功法给我，谁知道他是什么居心？师姐，现在我们怎么办？齐无极不给我们修炼资源，我们又没有神元丹，这样下去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突破到凝气境2层啊？刚重生的时候，我还觉得有上一世的经验，这一世我们将会以最快的速度正道成圣。可是现在我们却卡在凝气境1层，至少我们还有上一世的经验，那是我们最大的底气。只要我们一直修炼，我们仍然可以正道成圣的。即使没有陈阳，我一样可以成大帝，然后正道成圣。现在一点小小的挫折就想让我低头服输，不可能！真的吗？我们真的还能像上一世那样成就大帝吗？我们真的可以成就上一世的辉煌吗？真的可以吗？师妹，可以的。
一定可以的。可是我们进度也太慢了。我听说陈阳的2个新弟子已经是公认的天骄了。李青云和赵川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要不是有神元丹，他们怎么可能会成为天骄？师姐说的对，凭借神元丹成了万众瞩目的天骄，算什么真正的天骄？这几个白眼狼都重生还骂我是吧？等着吧，你们以后最好别来求我，不然有你们后悔的。陈长老怎么了？一个人生这么大的气啊？哟，宗主大人，你怎么来了？闲来无事，便来你小鱼峰看看。这样啊，那宗主请坐吧。对了，陈长老，听说你门下的2个弟子天赋惊人，才1个月就分别修炼到凝气7层和凝气6层，就连我门下的真传弟子也不及他们。我就知道这云妖平白无故来我的小云峰，绝对是有事。果不其然，刚来就迫不及待地打探起我那2个弟子的消息。宗主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陈长老，我想将你门下的2个弟子收入我门下，让他们成为天剑宗的真传弟子。你放心，你有什么要求都可以跟我提，我会尽量满足你的。我没意见，但此事还要问他们愿不愿。重生归来，我对收徒本来就没什么兴趣，当初收徒也只是迫于天剑宗的门规罢了。不过换师傅这种事情，还是要征求一下当事人的意见。那陈长老，你那2个弟子在哪儿？我们现在就去问一下他们的想法吧。起来吧。青云、赵川，是这样的，今日宗主找到为师，想将你2人转入他门下，拜他为师，不知你2人是否愿意？李青云、赵川，你2人拜入我门下后，就是我天剑宗的真传弟子了。以后你们在宗门内的地位不仅能够得到提升，而且也将会得到更多的修炼资源。像这样的天骄弟子，没有人会不眼馋，即使我是宗主也不例外。弟子不愿。我原本以为这2人会毫不犹豫地拜我为师，可是这2人几乎是想都没想就立刻拒绝了。李青云、赵川，你们拜入我门下，地位将凌驾于所有弟子之上，而且还有数之不尽的资源倾斜到你们身上。你们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谢宗主好意，弟子还是想要待在小云峰。当初要不是师傅挑中我们2人当弟子，我们根本就入不了7大主峰。而且要不是师傅给了我们每人1颗神元丹，我们怎么可能会一跃成为绝世天骄？我们不能忘恩负义，更不想换师傅。罢了罢了，既然你们不愿，那此事便作罢。这2人都不愿拜我为师，我总不能强求吧？我没想到这2人竟然能抵住诱惑，拒绝宗主。如果是换成上一世的那几个逆徒，我估计他们早就答应了。其实你们拜入宗主门下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，这对你们的修行颇有益处。你是我们的师傅，一辈子都是。别跪着了，起来吧。这里有2袋聚气丹，你们拿去修炼吧。是，多谢师傅。不好，噬心蛊又发作了。为什么我修炼了血魔噬心功，这蛊毒却没有得到压制？为什么这1个月来，我每天都服用赤云仙尊给的丹药，拼命修炼血魔噬心功，一刻也不敢懈怠。可随着我修炼这门蛊用越深，我体内的蛊虫反而越发活跃了。不行，我要去问一问师傅，我这到底是怎么了？来之前父母跟我说过，这赤云仙尊可是收了好些弟子的。可是我在这儿住了1个月，除了我之外，就再也没见过其他弟子了。今天必须要问个清楚。弟子拜见师父。你这么慌慌张张的找到为师，所谓何事啊？看来这1个月里，我这个玉子一直在很刻苦的修炼啊。越是勤奋修炼，就会越快成为我的傀儡。师父，弟子心中有诸多困惑，还请师父为我解惑。你心中有什么疑惑就说吧，为师能为你解答的，自然会告诉你。师父，你说修炼了血魔噬心功就能压制我体内蛊虫，为何蛊毒发作的更加频繁了？还有师父，你给我的丹药，我每次服下都能感觉到蛊虫在躁动。徒儿，你无需害怕。你刚开始修炼不久，这些都是正常反应。因为你刚开始修炼不久，你暂时还无法压制你蛊虫，反而是刺激到了蛊虫，故而蛊虫就会开始躁动不安，频频发作。真的是这样吗？难道真的只是我刚开始修炼，无法压制蛊虫，这才让噬心蛊频繁发作的吗？这套说辞不知被我用来骗过多少弟子了。如果林玄儿不信，他今天之内也会被我炼制成傀儡。只不过现在炼制出来的傀儡实力太低了，还是等他慢慢修炼为好。徒儿，这是为师钻研出来的丹，有压制蛊虫的功药，你拿去每日服用1粒，要不了多久，你的痛苦就会大大减少。真的吗，师父？我原本对于赤云仙尊的解释还半信半疑，可是他这么信誓旦旦，看来是我多虑了。一听到压制蛊虫，就什么都相信了。这噬心丹服下之只会让体内蛊虫长更加迅速，加快繁衍速度。李青云和赵川又突破了，要是上次他俩答应做我徒弟就好了。这样一来，看到自家弟子突破这样快，我都不敢想自己有多开心。唉，
也不知道那个陈阳到底是怎么让那2个弟子变成天骄的。想当初宗门考核的时候，那李青云和赵川的天赋和根骨明明都非常一般，很显然是陈阳通过某种未知的手段强行提升了2人的根骨，这才让2人一跃成为天骄的。唉，明明我的弟子也是天骄，为什么不如陈阳的那2个弟子呢？我的弟子可是实打实的天骄，可是现在修炼了半个月，才勉强突破到了凝气6层，远远不如陈阳的那2个弟子，倒是显得我这个师傅不合格了。算了，不想了，反正都是我天剑宗的弟子。在这半个月里，我发了疯一样的努力修炼，终于就在昨天突破到了凝气境2层。可陈阳的大弟子李青云现在甚至都要踏入天罡境了，而我还只是个凝气2层，这差距也太巨大了。师姐，我修炼不下去了，我都修炼这么久了，我怎么还是凝气1层啊？陈阳的大弟子都凝气9层了，二弟子也凝气8层了，可我都修炼1个半月了，却还是卡在凝气1层，迟迟无法突破。师妹，我们并不比那李青云和赵川差，我们只是没有神元丹罢了。我无法承认我和陈阳的大弟子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，在我看来，只要我有神元丹，我可以比那个李青云更加出色。师姐，要不我们去找那陈阳要神元丹吧？2位师妹，不知你们来我们小玉峰是有什么事吗？你们2个就是那个姓陈的新收的徒弟吧？你们2个快去让那个姓陈的来这里见我。我们是清明峰的弟子，来找你们师傅有事，还请你们带我们去见一见你们师傅。眼下的处境是只有见到陈阳，才能有跟陈阳讨要神元丹的机会。师妹性子太急躁了，说话这般难听，任由她说下去，我估计我们今天都不一定能见到陈阳。既然是清寻峰的弟子，那你们跟我来吧。以后可得小心点，别再摔着了。半个时辰前我去后山的时候遇到了这只摔伤的野狗，看它可怜，我便运功为它治疗了伤势。没曾想这狗竟然主动跟着我回来了。这2个白眼狼终于忍不住来找我了。师傅，这2人自称是清明峰的弟子，来找你有事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这不是我的2个好徒儿吗？怎么，你们不在清明峰好好修炼，跑我小游峰来干嘛？姓陈的，我和师姐现在修炼急需神元丹，你快给我们2颗神元丹。给你们神元丹？凭什么？我欠你们的。姓陈的，你知不知道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神元丹，我修炼了那么久，到现在都还是凝气1层，师姐她也只修炼到了凝气2层。所以呢，关我什么事儿啊？你们是不是天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来找我要神元丹，我该你们的。陈阳，上一世我们都修炼成大帝了，只差1步就可以正道成圣了，最终我们却死在了你手里，是你亲手断送了我们的成圣之路，害得我们现在还要重修一次，难道你不应该为此负责吗？这是你欠我们的。上一世我可是如烟大帝，只差1步便可正道成圣，可是现在我重生归来，还得再修一次，这一切都是陈阳造成的，他本来就应该为此负责。现在我们只不过是讨要1颗神元丹，陈阳竟然都不给。陈阳，这是你欠我们的，要不是你，我们早就正道成圣了。你知不知道，我们没有神元丹，无论如何拼命修炼，速度却怎么也提不起来。你知不知道，我们在清明峰受了什么样的委屈？我们之所以沦落至此，全都是因为你。现在我们只是跟你要1颗神元丹，你凭什么不给我们？我在清明峰所遭受的委屈和羞辱，都是因为陈阳。要不是陈阳，我们早就正道成圣，无敌于世，长生不死了。现在我只想要1颗神元丹，陈阳都不愿给我，凭什么？这是陈阳欠我的，陈阳凭什么不给？我欠你们的。上一世要不是因为你们几个白眼狼，我现在已经正道成圣了。我将你们收为弟子，倾尽所有的培养你们，耗费了无数修炼资源，你们翅膀硬了，却联合起来一起欺师灭祖。你们告诉我，我做错了什么啊？我的错就错在我上一世收了你们几个白眼狼，你们现在还好意思说是我断送了你们的成圣之路，害得你们要重修一次？难道你们要灭我，我都不能反抗，只能乖乖束手就擒，等着被你们杀，然后你们再正道成圣吗？啊！是啊，上一世是我们先对陈阳动手，想将陈阳置于死地的。陈阳最后也只不过是清理门户罢了。陈阳断送了我们的成圣之路，我们何尝又不是断送了陈阳的成圣之路？跟陈阳讲道理，我们根本就站不住脚。好，就算你说的有理，可是你有那么多神元丹，你给我们1颗怎么了？对啊，你有那么多神元丹，你自己也用不上，你给我们1颗怎么了？好，好，好，都这么想要神元丹是吧？姓陈的，快将丹药给我们！对，陈阳，你快将丹药给我们！实话告诉你们，这神元丹我还有很多很多，
但是让我给你们做梦，我就算给狗吃都不给你们。不要！陈阳，你竟然将丹药给狗吃，都不给我们！陈阳，我们上一世好歹也是你的弟子，如今在你眼里，我们连条狗都不如了吗？没错，在我眼里，你们连他都比不过。我给他东西吃，他还知道感恩，会对我摇尾巴。我上一世对你们那么好，换来的却是你们的背叛。你们就活该像现在这样，当一辈子废物。这一世，你们都别想再修炼成大帝了。你，好，陈阳，这话可是你说的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不给我们神元丹是吧？我们还不稀罕了。没有神元丹，我柳如也一样修炼成大帝。陈阳，我们走着瞧。对，姓陈的，你别得意。我们就算没有神元丹，我们一样可以像上一世那样成为大帝的。我周清微说到做到。没有神元丹，就你们现在的根骨，还想要修炼成大帝，简直是做梦！气死我了！那个姓陈的，他怎么不听调风？什么破术，这么不经打！好了，师妹，你别骂了，现在发火根本没用，反正陈阳是不会将神元丹给我们的。师姐，这个姓陈的太过分了，他宁愿将神元丹给宠物，他都不给我们。我们好歹也给他当了3000年的弟子，真是太气人了！哼，我也没想到这陈阳会这样无情，看来上一世我们真是跟错他了。就是啊，他一点都不念旧情，枉我们给他当了3000年的弟子，而且他明明有那么给我们一朵神元丹，我们都亲自来找他要了，他竟然不给我们，真是气死我了！他不给我们丹药也就算了，竟然还贬低我们，说我们没有神元丹，这一世别想修炼成大帝。我柳如烟偏要证明给他看，没有他陈阳，我柳如烟一样可以。对，他以为可是谁有他我们就不会修炼了一样，他以为就你能修炼成大帝啊，别人就不行啊。他敢看不起我，我偏不如他的愿。这功法有问题，这些丹药也有问题，师傅他骗我，骗子，大骗子！说什么这功法对身体无害，还说丹药促进我恢复压制组成，都是骗人的。这个赤云仙尊根本就不是什么世外高人，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。这个骗子，亏我上一世还一直想着拜他为师，还天真的认为要是早点拜他为师，就能早点证道成圣了，甚至还错误的认为是那个陈阳耽误了我。现在看来，我错了，我错得离谱。我现在的实力根本就不是那个邪修的对手，我还是赶紧下山，等以后提升实力之后再来报仇。哼，要是在上一世这个骗子敢这样骗我，我早就将他千刀万剐了。你给我等着，这个仇我迟早会报的。赤云仙尊，你这个骗子，我迟早会回来的，你给我等着。等我回来那一天，就是你死无全尸之日。我的好徒儿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赤云仙尊，你别装了，你让我修炼的功法，还有给我的丹药，全都对噬心骨没用，是你把我变成现在这样的。哈哈，你终于发现了啊！实话告诉你吧，你是我收的这么多弟子里比较呆笨的一个，到了现在才意识到我在骗你。你这个骗子！你这个骗子！我跟你拼了！真是自不量力！别忘了，你的功法可是我给你的。徒儿，别再垂死挣扎了，你打不过为师的，何必呢？唉，怎么这么倔呢？乖乖当我的傀儡不好吗？骗子！你这个骗子！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！怎么回事？魔头，还不快出来受死！你这魔头终于现身了！今日我们太玄道宗途经此地，便要替天行道。除了你这魔头，太玄道宗可是南荒10大宗门之首，现在太玄道宗的人都找上门了，我显然是逃不掉了。我与你们太玄道宗无冤无仇，你们为什么要来坏我好事？废话少说，自古正邪不两立，除魔卫道本就是我们正道修士的分内之事，还想逃？今日非灭你不可！
他八成是开启了灵智，只是以后能不能修炼成妖兽，就要看他自己的造化了。师傅，我们二人想去任务大殿看看有没有适合的任务，下山去历练一下。去吧，下山历练一下也好。一个修士不能只知道闭关修炼，也应当适当的增长一下自己的实战经验，同时也能见识一下这个险恶残酷的世界，这对二人的修炼没有坏处。师姐，我们真的要外出做任务吗？师妹，我们没有神元丹，师父又不给我们修炼资源，光靠我们自己修炼，速度根本提不起来。可是师姐，就我们这个实力，外出做任务会不会太危险了？师妹，不用担心，你忘了吗？上一世我们外出做过一次任务，那个任务只要我们小心一些，就有很大的可能性能完成，而且那个任务的奖励可是很丰厚的。师姐，你说的是去清河镇斩杀赤龙兽那一次？就是那一次。这种奖励丰厚的任务，肯定有不少弟子看中的。到时候我们只要跟在他们身后，随便做做样子，等任务完成，只管拿奖励就是了。师姐，你可真聪明，我怎么就没想到？不，师姐，这个任务当中是有一头天罡境的赤狼兽，要是这只赤狼兽出来了，那我们岂不是很危险？放心吧，师妹，那头天罡境赤狼兽，我们上一世都没遇到，这一世也不会遇到的。陈阳的2个弟子竟然跟我们拿了同一个任务，一想到要和他俩一路就恶心。原来是青云师兄和赵川师兄啊，真是失敬失敬。听说你们都快突破到天罡境了，现在你们可是我们天剑宫的骄傲啊！我们之所以能成为天骄，全是因为拜入了小云峰，拜了一个好师傅。若不是师傅的栽培，我们也不会在短时间内就修炼到如此地步。这李青云和赵川还算有些自知之明，他们要不是因为拜了陈阳为师，怎么可能会成为天骄？对啊，任何人拜陈阳为师都能成为天骄，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没有陈阳，他们什么也不是。太好了，是天剑宗的弟子，我们有救了！多谢仙人，今日若不是你们出手相救，我们清火镇不知道要没多少人啊！我儿子都被这群畜子吃了，多亏仙人给我报了这个仇。上一世我们来到清河镇的时候，也是和李青云与赵川一样干净利落的解决了妖兽，然后被这些百姓当成大英雄一样对待。是啊，这些百姓的感激崇拜，本应该都是属于我们的，可是现在却变成了李青云和赵川。妖兽了，还有妖兽了，大家快跑！这是天罡境的妖兽，怎么会？不是说只有一群灵气境妖兽吗？怎么会出现天罡境妖兽？天罡境的妖兽，我们根本不是对手，怎么办？师姐，这头天罡境的妖兽怎么出来了？上一世我们明明没遇到它的，这一世也不应该遇到才对啊！我也不清楚，可能是我们重生之后，有些事情也随之有所改变了。青云师兄，要不我们还是跑吧？我们能跑，百姓能跑到哪里去？你在这儿保护好这些百姓，这头妖兽我来对付。师兄，我来助你。我们有救了！这两人还真是英雄出少年啊！当真是了不起啊！妖兽，他们竟然真的杀了这头妖兽，是他们救了我们清河镇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上一世被这样当大英雄的可是我们，他李青云和赵川只不过是籍籍无名的普通弟子罢了。哼，对，要不是有陈阳，谁会知道李青云？又有谁会知道赵川？他们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拜陈阳所赐，他们有什么好得意的？青云师兄，赵川师兄，今天真是多亏有你们了，要不然这次任务我们可完不成。你们什么表情？刚才打妖兽时，我亲眼看到你们找地方躲起来了。等我们把妖兽杀完之后，你们又出来了，还好意思摆脸色？只会偷奸丑滑的家伙，别想从我们的奖励当中分走任何东西。我们没有偷懒，这次任务我们也参与了，我们也有份儿，你们不能将我们那份给剥夺了。青云师兄，你功劳最大，你来说，要不要分给他们这种人？既然他俩偷懒，那就不要分给他们了。这是我们一起拼命换来的奖励，绝不能让这种人白白得了便宜。
太欺负人了！凭什么不给我们？我们也跟着来了，凭什么不给我们？为师听说你们两人这次联手斩杀了一头天罡境妖兽。是的，师傅。不错，不过这种越级战斗的事情还是太危险了，下次还是要尽量避免。对了，听说那清明峰的柳如烟和周清敏也参与了这次的任务。为师听说那清明峰的柳如烟和周清敏也参与了这次的任务。听说他们两人还耍小聪明，想要不劳而获享其成。是的，师傅，我们都去解救百姓了，可是他们二人却找地方躲出来。没想到这两人为了修炼资源，现在竟然这样不择手段。行吧，你们下去吧，好好修炼，争取在宗门大比之前突破到天罡境。是，弟子告退。对了，你们这段时间也别来找我，为师打算闭关一段时间，知道了吗？好的，师傅。现在知道离开了我这个师傅，修炼有多难了吧？没有修炼资源，没有神元丹，你们还想成为天骄，真是异想天开。这都1个半月了，也不知道我那3弟子怎么样了，不会已经死在那个赤云仙尊手上了吧？这是哪儿？嘿，你醒了。我是太玄道宗的弟子，姑娘，你被我们救了。我被救了？那赤云仙尊那个骗子呢？哦，你说那个魔道邪修，他已经死在我师叔剑手下了。死了？死得好！这个骗子终于死了。对了，我爹娘他们不会也死了吧？不行，我得回家去看看。你现在伤还没好，你还是留下来等伤好了再回去吧。不行，我得回家，我现在就得回去。爹，娘，爹，娘，你们在哪儿？你是谁啊？我问你，这家人去哪儿了？他们搬去镇上住了，不会回来了。好端端的，家人怎么会搬去镇上了？而且他们哪来的那么多钱？真好啊，我们家现在也算是过上了好日子了，这都得多亏了我们的好女儿啊。爹娘，你们说她现在应该已经没了吧？她拜赤云仙尊为师都1个多月了。应该是没了，无所谓，反正我们拿到了钱。就是啊，你想想之前那些拜赤云仙尊当师傅的，哪个不是没了？他现在估计也和那些人一样。我心心念念的家人，竟然是把我卖给了赤云仙尊。亏我刚醒来就担忧他们的安危，可他们竟然拿着赤云仙尊的钱，在这里过好日子，我真是蠢啊！女儿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把你们当成我最挚爱的亲人，可是你们却将我推入火坑，还拿着卖我的钱，在这里过好日子。师父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师父，对不起，我该死！你对我那么好，我却一直都恨你，最后还想杀你。师父，我真该死啊！师父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这么快就要突破了吗？没想到才闭关3天，便要突破到元婴境了。不是，就这么突破了？看来我之前一直压自身境界，压制的太狠了，这才导致现在我只要稍微引导一下，就立刻突破了。看来你已经开启了灵智，估计要不了多久就能蜕变成妖兽了。没想到仅凭1颗神元丹，它竟然真能成长为妖兽，不愧是系统出品的丹药，效果真是逆天。师傅，弟子没想到您这么快就出关了。为师闭关这3日，你们有没有再好好修炼？师傅，我和师弟每日都在修炼，不敢懈怠。这样就好，切记修炼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是师傅，弟子定当铭记在心。知道就行了，你继续打扫吧。现在我的弟子修炼倒是自觉，不像上一世的那几个逆徒，经常贪玩不修炼，我只能时刻监督他们修炼，可他们最后甚至因此记恨上我这个师傅。我是小云峰陈长老的弟子，请2位去小云峰通传一声，我要见我师傅。陈长老是你师傅吗？可我记得陈长老只有2名弟子啊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林轩儿。
好吧，那你在这等着，我去小玉峰跑一趟。什么？你说山门前有一个极其虚弱的人想要见我，还说是我弟子？对啊，那人说他叫林轩儿。等等，你说他叫林轩儿？好，我随你一起去看看。林轩儿，师傅，我错了，师傅，我错了。没想到才一个多月没见，你竟然就变成副奄奄一息的样子了。师傅，我错了，我不该背叛你的。那赤云仙尊根不是什么好人，还有我的爹娘亲手把我推入了火坑。师傅，我真傻，我被他们骗得好惨啊！我现在明白了，你才是这世上对我最好的人。你哭就哭，你扯我裤子干什么？师傅，你别叫我师傅，林轩儿，我已经不是你师傅了，我们早就没关系。师傅，我真的错了，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师傅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师傅你原谅我好不好？师傅，我现在只有你，我以后该怎么办？林轩儿，我早就不是你师傅了，你以后怎么样，那都是你自己的事情，与我无关。师傅，你今天要是不原谅我，我就在这城跪不起。你愿意跪，那你就跪着吧。咦，师傅今天好像很高兴啊。师弟，刚才有一说山门弟子来通报，声称是师傅的弟子想见师傅。师傅去见了那个女人一面后，回来就变得高兴了。弟子？师傅什么时候又多出来一个弟子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过那个女人现在应该还在山门之前。师兄，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吧。我现在对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弟子可太好奇了。这，好吧，那我们就去看一下。你是谁？我是谁，与你无关。那我问你，你为何声称你是我们师父的弟子？就是啊，你什么时候拜我们师父为师了？你们管不着。你行了，师弟，既然他不说，那我们就回去吧。我看他也不像咱们师父的弟子，要不然师父怎么可能任他在这里跪着？师傅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该和其他师姐师妹联合起来背叛你的。如果我们没有背叛你，我们现在应该已经正道成圣了吧？也不用重生，更不会变成这副鬼样子。师傅，我真的好后悔啊！他这是怎么了？我要不要上去管一下？不行，他又不是我们天剑宗的弟子，我看他这样应该是被人下毒了，我还是别去惹麻烦了。那人是怎么回事？刘长老，他嚷嚷着说要见小玉峰的陈长老。陈长老来见过他一面之后便回去了，然后这女人便在这跪了3个时辰，最后莫名其妙疼晕过去了。罢了，正好我那里缺几个人手，就将他收为杂役弟子吧。这是哪里？我不是在山门前正跪着吗？等等，难道是师父将我带回了小云峰？师父果然还是疼爱我的，他还是和上一世一样刀子嘴豆腐心。你是谁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老夫刘黄远，乃是天剑宗的长老，负责掌管宗门内的杂役弟子。就是老夫我救了你，把你带到了这里。什么？你救的我？那刘长老，你救我的时候，可曾见到小云峰的陈长老？没有，老夫只看到你一个人躺在地上，没有人管你。对了，你今日为何要一直在山前跪着？没什么，是我一厢情愿，想要加入天剑宗，拜小云峰的陈长老为师。原来是想拜师啊，那你现在有何打算？我不知道。这样吧，正好我手底下缺几个人手，你若是愿意，便留下来当个杂役弟子；若是不愿，便明早自行下山去吧。当杂役弟子吗？我原本是想求得师父的原谅，然后重返小云峰的。可现在师父不原谅我，我要是不愿意当这个杂役弟子，恐怕都没法留在天仙宗上，只能下山去了。好吧，那多谢刘长老了，弟子愿意留下来。又过去半个月了，正好到1度的宗门大比，都是同门，下手轻点。师父放心。哼，今天真倒霉，竟然在宗门大比那里遇到了那个姓陈的。师父也真是的，还让我们跟那个姓陈的狗东西行礼问好。就是啊，
今天7大主峰、12副峰的人都到了，师傅怎么偏偏就去找陈阳那家伙寒暄？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。师姐，是你们吗？你是林轩儿。师姐，真是你们啊！我好想你们啊！师妹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对啊，师妹，这才2个多月没见，你怎么虚弱成这样了？师姐，我错怪师傅了。我一直挂念的家人，一心只想我死。我认为的世外高人，现在却把我害成这副样子。师妹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那个陈阳他哪里是个好师傅了？我觉得你的思想严重出了问题。对啊，师妹，你怎么能这样说？那个陈阳哪里配得上好师傅这3个字？师姐，师傅他真的是好师傅。上一世是我们对成见太深了，没有他，我们根本不可能修炼到大地境界的。他配吗？他要是好师傅，那为什么我们去找他要神元丹的时候，他死活不给我们？2位师姐，上一世是我们背叛了师傅，他对我们心存怨恨，不给你们神元丹，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，你们不应该怪他。而且上一世他确实是把我们6位弟子都培养成了大帝，你们不能因为现在他没给你们神元丹，你们就忘了他上一世对我们的恩情。不是，师妹，你到底站哪边的？你现在怎么帮陈阳那家伙说话了？就是啊，师妹。上一世可是我们一起联手对陈阳摆下天魔诸神大阵的，是我们一起灭的他，现在你怎么能帮他说话呀？那2位师姐，你们现在可知道师傅他在哪儿吗？姓陈在那边呢，你去了也不会给你好脸。多谢师姐，我找师傅有事，那我先过去了。师傅，对不起。滚！师傅，你别这样，我是你最疼爱的弟子啊！你别这样对我好不好？弟子真的知道错了，师傅。让你滚，你听不到是不是？师傅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。你不是最疼爱我们的吗？师傅，我真的错了，你不要这样对我。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我知道错了还不行吗？哼，让你滚，听不见是吗？师傅，你以前是舍不得这么打我的。师傅，你难道真的一点都不在乎我了吗？师傅，我真的好想做回你的乖徒儿啊！这陈阳怎么这么冷血？3师妹都这么低三下四的求他了，他竟然不为所动，而且还对3师妹下手这么重。对啊，3师妹都那么求他了，他竟然理都不理3师妹，不理人也就算了，竟然还出手打人，算什么好师傅？师妹，那个陈阳太过分了，现在3师妹受了伤，还被别人这样看笑话。正好陈阳还走了，我们还是过去帮帮他吧。师姐，你去帮他吧，那么多人在看，我不想过去被人家看笑话。师妹，起来吧。师姐，师傅他现在一点都不疼爱我们了，他以前可是舍不得打我们的。行了，这里人多，他们都在看你笑话呢，我还是先扶你离开吧。师妹，你看，这就是你口中的好师傅，他都把你打成什么样了？你呀，真是太傻了，竟然还去跟他认错。对啊，师妹，师姐奉劝你一句，你以后还是不要去找他认错了。再说了，你本来也没错，我们都没错，凭什么给他认错？不是的，师姐，肯定是我们上一世太伤师傅的心了，所以他现在才不原谅我的。我相信，等以后时间长了，师傅也就会慢慢原谅我们的。你呀，还真是不听劝，随你吧。不过师妹，我们这次能帮你，下次可就不一定了。师妹，到了现在，你竟然还帮着他说话，那你以后就继续去找他认错吧。我倒要看看他以后是怎么对你。现在2位师姐还没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只会让2位师姐厌烦，我还不如选择闭嘴。我不相信师傅真的会一直都不原谅我。师姐，比赛马上开始了，我们赶紧走吧，让他一个人在这好好做梦。行吧，看看能不能拿个名次混个奖励。最终经过一番精彩对决，还是李青云更胜一筹，在擂台上长剑一挑，将赵川逼退3步，最终赢下了比赛。这次大赛你们表现不错，真给我长脸啊！都是师傅教的好。师傅，他怎么了？他被人下了蛊，现在应该是蛊毒发作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师傅，救
个坐的过来。来，师傅，你吃瓜，这瓜可甜了。师傅，你怎么不救我？我都这样了，你真的一点都不心痛吗？师傅，你以前不会这样对我的。师傅，我可是你最疼爱的徒儿啊！走了。师傅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！太好了，是主峰的长老，只要这2位长老当中任意一位出手救我，我说不定就能摆脱这噬心蛊了。这是哪儿？这蛊毒还在，也不知道他醒了没有。应该还没醒吧？冯长老，刚才我看过了，这弟子是中了噬心蛊，要不冯长老你大发慈悲，出手救他一下。只要冯长老救我，我就能摆脱噬心蛊了，也能变回正常人了。姬长老，你怎么不救？冯长老，你也知道那可是噬心蛊，我修为不如你，当然是你救更好一点。要救你自己救，我才不救！我与他素不相识，我为何救他？再说了，他一个杂役弟子，也配我救？哼！一个杂役弟子吗？我上一世好歹也是大帝啊，现在在别人嘴里，我的身份竟然这样不堪。好吧，你不救就算了。姬长老，你这么心善，你自己也可以救他的呀，又何美将这事儿推给我？你都说了，他只是一个杂役弟子，不值得救。既然你不打算救，那你主动提起这事干嘛？我也是看他有点可怜，但是他体内的噬心蛊不简单，我若是救他，就要损耗自身精元。所以你不想损耗自身精元救他，就让我去救他，拿我当傻子是吧？哼！救我还要损耗自身精元吗？难道上一世师父救我的时候，也是损耗自身精元的吗？可是师父从来都没跟我说过啊！师父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喂，你哭什么？这位弟子，你因何而哭？既然你不说，我们也就不问了。一会儿哭完就赶快回到外门去吧。这里是主峰，你一个杂役弟子，若是在此逗留太久，让执法堂看到，恐怕又要少不了一番责罚。弟子拜见师父。说起来，你们也突破到天罡境了，也是时候修炼新的功法了。这2本功法都是圣品级的功法，你们2人拿去修炼吧。竟然是天底下最顶级的圣品级功法，每一本都是绝无仅有的。可是现在，师父竟然一下子拿出2兜来送给我们修炼。这2笔剑，则是为师给你们准备的法宝。青云，你面前的剑名为冰皇剑，乃是一件圣品级的法宝。赵川，你的剑名为焚天剑，同样是一件圣品级法宝。啊！师父，这法宝太贵重了，你还是自己留着吧。是啊，师父，这件太贵重了，你还是自己留着吧。我们以后可以去藏兵阁挑选到合适的法宝。既然是为师给你们的，你们就拿着吧。我的拳头可比法宝强多了，所以这些法宝我根本就用不上。为师让你们拿着就拿着。谢师尊。那柳如烟和周清敏2个白眼狼，应该还不知道，我将他们上一世修炼的功法和本命圣器都送人了吧？师姐，不好了！我听说李青云已经突破到了天罡境中期，赵川也即将突破到天罡境了。没事的，师妹，我们不能丧气，我们不能让那个陈阳看清我们。可是师姐，就我们现在的修炼速度，根本就追不上那个李青云和赵川啊！师妹，你想想陈阳那张讨厌的脸，难道你想向他低头吗？而且我们现在才重生3个月，以后修炼的日子还长着呢。现在那个李青云和赵川只是暂时超过我们而已，以后我们一定可以超过他们的。你别忘了，我们上一世可是大帝呀！师姐，你说的对，现在才刚开始修炼3个月，未来怎么样，一切都尚未可知。对，师妹，我们不能灰心丧气，我们也有能力外出做一些简单的任务了，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，我们不能认输。师姐，
我知道了，我不会放弃的。你能这样想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对了，师妹，今早上我听别人说，今天好像是我们这些新入门的弟子进入藏兵阁挑选法宝的日子。师姐，好像是有这件事情。我们快点到东华殿前集合。待会儿进去之后，你们有半个时辰的时间挑选法宝。时间一到，不管你们有没有拿到自己想要的法宝，都必须出来，按照你们自己的境界前往对应的楼数挑选。若是有人不按规矩来，将会受到执法堂重罚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，师姐。好，那你们可以进去了。这样的下品法宝，上一世送给我都懒得看一眼。这些人也真是的，竟然当成是宝贝在这挑选，真是可笑至极。师姐，我想我的焚天剑了，它可是曾经与我滴血认主过的，陪伴了我整整3000年，早就培养出了感情。我也是，我也想我的冰红剑了。那柄剑曾经陪伴了我3000年，从不离身。师姐，现在我们修为也慢慢上来了，以后外出做任务也需要有法宝辅助，是时候去找那个陈阳，拿回我们的本命圣器了。那是我们的本命圣器，我们确实应该去找陈阳拿回来。对了，师姐，上一世那个陈阳一直都没有将9天玄灵诀的最后一层功法给你，正好你也可以趁这次机会向他讨要回来。师妹，你不说我都还没想起这事，现在我们都重生了，他总该给我了吧？姓陈的，我们的本命圣器还在你这里吧？你赶紧拿出来给我们。对，陈阳，上次你不给我们神元丹，我们也认了。那这次我们的本命圣器，你总该给我们了吧？想要冰皇剑和焚天剑啊？没有。姓陈的，那是我们的东西，你凭什么不给？对啊，你凭什么不给我们？而且我不仅要拿回我的本命圣器，还有9天玄灵诀的最后一篇功法，你也得给我。没有。陈阳，你赶紧把我们的本命圣器还给我们，听到没有？那是我们的，我们的！陈阳，你竟然出手打人！不是，你凭什么打人啊？对了，还有你。陈阳，你竟然打我们！实话告诉你们吧，你们上一世的本命圣技已经被我传给我那2个弟子了。陈阳，你竟然将我的焚天剑给别人，你凭什么？那是我的东西！就是啊，陈阳，那是我们的东西，我们的！你凭什么给别人？你有什么资格给别人？陈阳，我命令你，你赶紧去将我们的本命圣技拿回来，还给我们！你听到没有？没错，陈阳，你赶紧去将我们的本命圣技要回来！你现在去要回来，我兴许还能勉强原谅你。你听到没有？你们的东西，你们好大的脸啊！我给你们的那才是你们的东西，我不给你们，那就不是你们的东西。姓陈的，我们的本命圣技，你上一世明明都给我们了，那就是我们的了。现在你凭什么不还给我们？就是啊，你给了我们，怎么能又给别人呢？这世上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人啊？你要不要脸啊？那是上一世啊，现在都重生了，一切都重新开始了，我想给谁就给谁，你们管得着吗？我不管，那就是我们的东西，都和我们滴血认品了，你凭什么给别人？我才不想和你在这里讲什么道理，我只想拿回我的本命圣标。就是，那东西和我们滴血认主了，你无权做主。忘了告诉你们了，我不仅将你们的本命圣器传给了我那2个弟子，而且我还将你们上一世所修炼的功法也都传给了他们。陈阳，你太过分了，那是我们的功法，你这样做问过我们没有？我们同意了吗？啊，你这样做问过我们吗？我们同意了吗？我问你，你凭什么给别人啊？我忘了告诉你，我不仅将你的功法传给了李青云，而且我还是将整本功法传授给他的。陈阳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啊！气死我了！凭什么？凭什么？行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，你们2个可以走了。陈阳，你不准走！你还把我们的本命圣剑给我们！陈阳，你简直不是人！你不把我们的东西还给我们，你还出手打人！你这样的人简直枉为师！你们若是再不滚，我不介意今日将你们的性命留在这里。师妹，我们走。师姐，现在我们怎么办？陈
陈阳将我们的本命圣技给李青云和赵川了，以后我们用什么？师妹，现如今我们也只能去找杨玉燕了，让她带我们再去一次藏兵阁，挑选一件下品法宝。下品法宝？师姐，你是说我们以后都要用下品法宝吗？唉，师妹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现如今我们已经没有更好的选择了。好吧，师姐，我知道了。是你们？说吧，这次你们两个来找我又有什么事？杨师姐，我们两人今日前来是想麻烦你再带我们去一次藏兵阁。藏兵阁？你们两个去藏兵阁做什么？今天不是都去过了吗？杨师姐，是这样的，我们两人之前并没有在藏兵阁挑选到合适自己的法宝，所以想要再进去一次。你们没拿到合适的法宝，这关我什么事？凭什么要我再带你们去一次？你是清明峰的大师姐，我们现在有事找你，你当然有义务要帮我们处理啊！而且带弟子进入藏兵阁本就是你的分内之事。我的分内之事？我之前是没带你们两个去藏兵阁吗？可我们不是没挑到合适的法宝吗？所以这才来找你带我们再去一次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所以呢？你们没挑到合适的法宝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是没带你们去吗？我带你们去了，是你们自己没挑到，你们怪谁？是你们自己浪费了这个机会，现在还来找我带你们再去一次，你们要不要脸啊？世上怎么会有你们这样的人啊？行了，立马离开，别让我见到你们。每次见到你们我都犯恶心。就算是我们的错，那你再带我们去一次藏兵阁又怎么了？你这人怎么这样冷血无情？亏你还是大师姐呢！我不帮，滚！我们清明峰也不知是造了什么孽，竟然收了这两个瘟神进来，真是晦气！我呸！这样欺负我们也就算了，这个杨玉竟然也这么欺负我们！这个杨玉燕实在是太嚣张了，我们放下身段去求她，可她竟然这样折辱我们。要不是打不过她，我早就将她碎尸万段了。是啊，等我以后修为上去了，绝对饶不了她。不过师姐，现在我们怎么办？以后我们用什么？唉，现在还能怎么办？就只能先这样了。早知道陈阳会将我们的本命圣器给别人，我们之前在藏兵阁的时候就应该先挑选一件下品法宝的。是啊，早知道就不该任性的。这两个白眼狼，如今没有了本命圣器，也没有什么修炼资源，还想要追赶李青云和赵川的修炼进度，甚至还想再次修炼成大帝，达到上一世的高度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以后还有的他们后悔的。想不到啊，一条狗都比人有感恩之心。对了，说起来，你在这小云峰上都待了快2个月了，一直也没给你起个名字，以后就叫你小黄吧。说起来，再过半个月就是太古遗迹开启的日子了。上一世的我就是在太古遗迹的时候遇见了陆渊那个白眼狼，然后将他带回小云峰。到时候太古遗迹开启，他应该也会去的吧？毕竟在那里有他上辈子念念不忘的李无涯。这一世没有人再阻拦他跟李无涯在一起了。师父，你什么时候才能原谅我啊？师父，等回到了你的身边，你一定不忍心看到我被噬心蛊折磨的，你一定会出手救我的，对吧？师父，弟子在药材堂吃不好睡不好，每天还要干很多的活，别人也看不起我。我一定要回到你的身边。我今天已经去求了刘长老，他也同意了让我明天跟其他师兄一起去给各峰送药草，到时候我应该就能去小玉峰见到你了。见过青云师兄，见过赵师兄，药草已经放到仓库了。行了，既然药草已经送到了，那你便回去吧。青云师兄，你可不可以带我去见一下你们师父？我想见他。见我们师父？你又想干嘛？我找他有事，还请2位师兄带我去见他一面。林雪儿，你在做什么？我们该走了。你放开我！我要见我师父！我要见我师父！你们放开我！我不走！我今天一定要见到师父！师父见了我，他一定会原谅我的。李青云，我求求你，我们都是同门，说起来我还是你的师姐，你帮帮我好不好？你只是一个杂役弟子，我师父可是7大主峰的长老，你说这话自己信吗？李青云，你帮帮我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真是师父的弟子，你怎么就不信啊？林轩儿，你疯了！陈长老怎么可能是你师父？我看你是想拜入7大主峰，想疯了。林轩儿，我告诉你，回去之后我一定将此事告知刘长老，你就等着受罚吧。我们杂役弟子容易吗？今天差点就被你连累了，真是倒霉。闭关半个月，终于成功突破到了化神境了。
如今剑宗除了那几位闭了死关的太上长老，以及那位在后山深处闭关保不出的老祖之外，就我的修为最高了。师父，想必你们师兄弟二人应该也听说了，太古遗迹即将开启，你二人现在就随我一起前往主峰吧。是，师父。终于来了，太古遗迹终于开启了，我等这一天太久了。是啊，师姐，我们现在就是没有修炼资源，所以修炼的时候速度才会提不起来。只要我们进入太古遗迹，便能获得修炼资源了，到时候我们的修炼速度就能加快了。对，师妹，只要我们进入了太古遗迹，获得修炼资源，我们就能追赶那个李青云和赵川了。对了，师姐，这一次说不定我们还能遇见四师妹，她为了李无涯，肯定也会去太古遗迹的。有可能，许久不见，我都有点想她了。师姐，你说陆安这一世能如愿以偿的和李无涯在一起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过没有了陈阳那家伙的阻拦，四师妹应该能如愿以偿的吧。行了，师妹，我们还是赶快去东华殿前集合，随师父一起去主峰吧。好，师姐，那我们走吧。太古遗迹要开启了，可惜我只是一个杂役弟子，不能前去。唉，师父要是原谅我就好了。就因为上次没见到师父，我就被带回了药草堂，不仅没有空修炼，还没有修炼资源。今日便是太古遗迹开启之日，想去太古遗迹的弟子，待会儿随自家师父进入传送法阵即可。若有不愿以身犯险者，现在后悔也来得及，可以留在宗门之内。这秘境之中，曾不知有着各种机缘，能收获什么，全靠你自己的造化。但是你们要警惕遇到的所有人，尤其是魔宗之人，你们知道了吗？师父，徒儿记住了。这外层只允许灵海境以下的修士存在，所以为师要进入太古遗迹深处。你们在这里，一切都要靠你们自己。知道了，师父，我们知道了。太好了，有了这玄灵草，我们只要稍加修炼，就能突破一层境界。是啊，师姐，我们修炼起来终于不用那么费劲了。行了，师妹，我们还是赶快离开吧，我怕一会儿其他人就找过来了。两位姑娘，请留步。五行宗赵毅。哟，我赵毅这么出名吗？你们竟然认得我？少废话，赵毅，你想做什么？想做什么？当然是想要玄灵草啊！赵毅，这2株玄灵草可是我们先看到的。哼，既然你们不给我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现在把玄灵草交出来。师妹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现在我们还是保命要紧。还是你这个当师姐的识时务。放心，都是10大宗门的弟子，我不会除掉你们的。气死我了！这赵毅简直是欺人太甚，竟然硬抢！要是我现在还是大帝，我早就把他千刀万剐，挫骨扬灰了。在上一世时，也是这个赵毅来跟我们抢玄灵草，最后还不是乖乖给我跪下来，低三下四的求我饶他一命。可现在重生了，我们竟然被他这样羞辱！上一世我们就该杀了他的，真是气死我了！行了，师妹，先别说那么多了，我们还是赶紧起来去下一个地方吧。现在玄灵草被抢走了，我们不能再让其他灵草被别人捷足先登了。算算时间，那几名魔宗修徒应该已经进入太古遗迹了。上一世可是追得我好惨啊，如今是时候报仇了。解决一个，还有3个。找到了，师妹，快收起来，小心被别人看到了。唉，师姐，我们终于有修炼资源了，太不容易了。行了，师妹，我们还是赶快前往下一个地方去找其他修炼资源吧。要是这些修炼资源被别人提前拿走了，那就不好了。对，师姐，那我们快走吧。找到了，师姐，我们终于找到了这株9转红叶草了，再加上刚才找的一些其他资源，接下来几个月修炼都不愁了，应该能突破好几个境界了。回去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好好修炼一段时间了。你是谁？为何要拦我们的去路？我是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看上了你们手里的9转红叶草，快交出来吧。你在说什么？我们听不懂。
我们没有九转红叶草。哼，你当我瞎吗？刚才我可是看见你们找到了一株九转红叶草，抓紧交出来，别等我动手。你这人怎么这么无耻？你想要九转红叶草就自己去找，为什么要来抢我们的？我张某人就喜欢抢别人东西，你们又能拿我怎么着？哼！我叫！说起来，进入秘境也有一段时间了，你们两个身上应该还有其他修炼资源，快点全部交出来！什么？赶快交出来吧！要是不交，我现在就灭了你们！我们没有，你别欺人太甚了！师妹，我再问一遍，你们交不交？我交！我的修炼资源，我的修炼资源！气死我了！都怪陈阳，我们要是有神元丹，谁敢来抢我们的修炼资源？师姐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师妹，没想到在这里竟然遇见了你。师妹，我们被抢了，我们的修炼资源没了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是谁将你们伤成这样的？师妹，是一个姓张的，他不仅抢走了我们身上的所有修炼资源，还将我们伤成这样，太过分了！这个人怎么能这样？抢东西也就算了，竟然还出手伤人！没错，实在太过分了。两位师姐，既然都被抢了，那你们也别太难过了。你们应该还记得，有些修炼资源在什么地方，再去找就是了。再去找又有什么用？要是再被抢，那还不是给别人做嫁衣？两位师姐，你们也别太灰心了，下次小心一点，应该就不会被抢了。我要去找李无渊了，就不能跟你们多说了。四师说的没错，我们不能放弃，好不容易来太谷遗迹一次，不能就这样空手回去。都被抢了2次了，我偏不信还会被抢第3次。可是师姐，我怕……师妹，你想想那张可恶的脸，难道你要一直让他看清我们吗？师姐，我们不能放弃，我绝不会让陈阳那个家伙一直都看清我们。对，师妹，我们不能放弃，我们现在就去其他地方将其他修炼资源拿到手。只是这一次，我们要更加小心，绝不能再被人盯上了。你这个魔头，今日老夫我跟你拼了！老头，你还是乖乖束手就擒，交出所有修炼资源吧。那样的话，我们可以考虑留你一具全尸的。你休想！老夫今天就算是死，也绝不会束手就擒。好，既然你执迷不悟，就别怪我们手下无情。你是何人？你怎么来了？你快走，要不然一会儿你也要死在这里了。原来又是一个天剑宗的长老，看来我今天运气不错，能有机会得到双倍的修炼资源。像你这样的，我刚才已经灭了3个了，只剩下你了。陈长老，你刚才一招就杀了他，他可是元丹境界啊！先别说那些了，我还是带你找个地方疗伤要紧。区区致命伤而已，你能先告诉我，你现在到底是什么境界吗？我现在只是化神境罢了。什么化神境？我原本猜测你最多也就是突破到元婴境而已，岂不是说你比我们宗主都还要高一个境界？你先别管我境界了，先去找个安全的地方疗伤。谁在跟着我？是我在跟着你。你是谁？我叫陆渊。陆渊？我又不认识你，你为何要跟着我？你不认识我，可我认识你。你叫李无涯，今年20岁，现在是凝气4层境界，对不对？你到底是谁？你别紧张，我现在只是凝气2层，根本就不是你的对手，好吧？你为何对我的底细这么清楚？是不是调查过我？你这么做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，现在可不能说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那你现在找我干嘛？你就说吧，你现在是不是想去抢山洞里的紫灵果？但是我劝你最好别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去抢肯定会受伤的，我这是为你好。为我好？
我都不认识你，你为我好，你觉得我会信？我总不能告诉他我是重生的吧？上一世他为了那个果子可是身受重伤。李无涯，你自己什么实力你自己清楚，你觉得你是他们的对手吗？这是我自己的事，不要你管。紫灵果我抢定了。好吧，我帮你。等紫灵果成熟之后，我去帮你把人引开，到时候你就去采摘紫灵果。你帮我？素不相识竟然主动要帮我抢紫灵果，为什么？不过既然肯帮我，那对我而言无疑是一件好事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这样做，他们可能会伤害你。我会尽量逃掉的，你只管去采摘紫灵果好了。我能问一下，你为什么要帮我吗？因为你是李无涯。好吧，这是疾风符，你将此符贴在身上，能提升你的速度，就没那么容易被抓了。所以你这是在关心我吗？既然你都帮我了，那我帮你一下也是正常的。若是你真被抓住，我会去救你的。真的吗？你当真会来救我吗？当然了，我肯定会来救你的。好。这个姑娘应该是暗恋我许久，所以特意来接近我的。可惜了，我这残缺之人注定是无法享用了。陈长老，谢长老，你伤好了吗？没有。这样啊，那你为何不继续运功疗伤？老夫身上的伤已经没有大碍了，好不容易来一次太古遗迹，我打算再去寻找一些机缘。那好吧，你去吧。陈长老，你难道就一直打算在这修炼，不去寻找机缘吗？这里环境不错，我先在这修炼会，等过2天再去寻找机缘。我跟别人可不一样，我的系统空间之中修炼资源根本用不完。好吧，那陈长老我就先走了。我的天元果，是谁摘走了我的天元果？行了，师妹，我们现在要是不赶紧前往下一个地方，恐怕其他修炼资源也要被其他人捷足先登了。师姐，还去啊？我腿都快疼死了。师妹，你别忘了，我们来太古遗迹就是为了找修炼资源的。有了修炼资源，我们才能追赶李青云和赵川的修炼进度，才能不被陈阳那家伙看轻。好，师姐，那我们现在就去下一个地方吧。这一次，我们不能再让别人捷足先登了。为什么我们又来晚了一步？可恶啊！竟然又被别人足先登了！这也太欺负人了！我们一路上那么痛苦，为什么什么得不到？师妹，别哭了，我们现在得赶紧前往下一个地方了。要是去晚了，我们将会什么都得不到。师姐，还去啊？就我们现在这个速度，到下一个地方早就被别人拿走了。师妹，我们已经接连2次扑空了，总不能一直都运气这么差的。要是现在就放弃了，那我们真的就什么都得不到了。好吧，师姐，我知道。陆远，你等下记得使用疾风符，小心别被抓住了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的关心。他修为太低了，要是不用疾风符，根本就起不到引开的作用。无涯人真好，还没在一起就这么关心我，怎么可能会像师父说的那样，是个心术不正的坏人？你记得就好。你说过，如果我被抓住了，你会来救我的，对吧？你不会骗我吧？当然不是骗你的，你要是被抓住了，我肯定会来救你的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那我去了。真是一个傻子。快说，你的同伙是谁？竟然敢来偷我的紫灵果！你快让你的同伙把紫灵果还回来，不然我们饶不了你！我不会说的，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！偷我们的东西还这么狂，我看真是打轻了。偷的就是你们，怎么地？师姐，太气人了，我忍不了了。师姐，这株暗月幽兰现在是我们的了。你们这话说的有些早了吧？杨师姐，虽然我们一直对杨玉燕心怀不满，可毕竟杨玉燕作为大师姐，总该不会抢我们的暗月幽兰吧？杨师姐，你来晚了，这株暗月幽兰是我们先看到的，你还是去别处再找找吧。对啊，杨师姐，
你来晚一步了。这株暗月幽兰我也看到了，怎么就成你们的了？杨玉燕，你什么意思？杨师姐，你可是我们的大师姐，你难道真要抢我们的暗月幽兰？你这样做是不是有失师姐的身份？我也不欺负你们，打赢我，这株暗月幽兰就是你们的。亏你还是我们的大师姐，你就是这样当师姐的。而且你知不知道，我们被抢了2次，丢失了所有修炼资源，还被人打成重伤。可就算是这样，我们也没有放弃。好不容易找到一株暗月玉兰，你竟然还要跟我抢，你到底有没有同情心啊？你们被抢关我什么事？你们受伤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凭什么要我让着你们？我欠你们的，要打就打，不打就直接交出来，别在这里哭哭啼啼的，我看了心烦。你执意要抢我们的暗月玉兰是吧？好，这是你逼我们跟你拼了！暗月幽兰给我拿出来。师姐，这杨玉燕太过分了，她怎么可以这样欺负我们？师妹，你也别太伤心了。这杨玉燕虽然过分，但好在她只拿走了暗月幽兰，我们的回阳草还在。可我就是不甘心啊，师姐。暗月幽兰明明就是我们的，杨玉燕凭什么来抢啊？好了，师妹，我们仍然可以去下一个地方寻找修炼资源。师姐，要我看，我们还是杀了他算了。我们都等了3天了，他的同伙也不来救他，看来他的同伙应该是抛弃他了。喂，你的同伙什么时候来救你？他要是不来救你，你就死定了。我不知道。那就没有必要留你了。他既然有逃跑的手段，他为什么之前一直不逃跑啊？可能是刚想起来怎么施展。林无涯，你为什么没来救我？你知不知道，我一直都在等你。那个，我……林无涯，你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，所以才没去救我的？啊，对，我遇到了几名修士，打不过他们，所以受了伤。陆言，对不起，我原本是想去救你的，可我受了伤，所以耽误了。你要怪就怪我吧。无涯，你没事就好，只要你没事，我宁可多受一些委屈也没事。陆渊，对不起，我没能去救你，害你受了这么多委屈。无涯，有你这些话，我就算是死也无憾了。对了，无涯，你伤哪儿了？我受的是内伤。那你一定很疼吧？那些修士真是该死。对了，陆渊，你是怎么逃出来的？我身上有无影符，我是用无影符逃出来的。你有无影符？对啊，我用无影符逃出来的。早知道他有无影符，就不给他疾风符了，白白浪费了一张符箓。无涯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陆渊，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吗？无涯，我想以后跟着你，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好，陆渊，那你就以后就跟着我吧，正好可以将他献给魔宗的长老，定然会给他不少奖励的。好，那以后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那我们先离开这里吧，我带你一起去找我的同伴。好。无涯，都找了这么久了，秘境要关闭了，你说我们能在秘境关闭之前找到你同伴吗？不知道，如果秘境关闭之前还找不到我同伴的话，那只能等出了秘境之后会再找了。对了，陆渊，我忽然想起一件事，你有无影符，那你被抓住的时候为什么不第一时间逃跑啊？因为你说过你会来救我的，所以我在等起你来救我啊。无涯兄，你可算回来了。刘兄，几日不见，别来无恙啊。无涯兄，这位是……刘道友，在下陆渊，是李无涯的朋友。陆渊姑娘，你一直跟着无涯兄，你们这是在一起了吗？对啊，我喜欢他，我想跟他在一起。
笑死我了！赵大山，你来凑什么热闹？我们不欢迎你，你赶紧走！乌鸦，你怎么样了？疼不疼啊？赵大山，你想干什么？滚开！滚就滚！你想做什么？这位姑娘，他就是一个太监，你跟他在一起图啥？什么？陆渊，乌鸦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陆渊，赵大山说的对，我不是男人。你要是接受不了，你就走吧。无涯，我不走，就算我们做不成夫妻，我也要跟你在一起。陆渊，你真的还愿意跟我在一起吗？我本以为他不会跟着我回魔宗了，计划要落空了，没想到啊，陆渊，你真好。师傅，我听说你在秘境里捣毁了魔宗围杀猪计划，救了一堆人，真是太强了。好好修炼，以后你们才能有路见不平、拔刀相助的实力。师傅说的对，此次秘境之行，我二人收获颇丰，就先回去修炼了。去吧。林轩儿，出来吧。师傅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终于见到你了。林轩儿，你一个杂役弟子竟然敢私自上主峰，看来你是想去执法堂那里体验一下受罚的滋味。师傅，弟子在药草堂过得太苦了，做梦都想重新做回你的好徒儿。林轩儿，我让你回到身边，然后再让你背叛我一次吗？师傅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会背叛你了，你原谅我吧，帮我取出噬心蛊好不好？弟子现在每天都好痛苦啊！你很痛苦是吧？我现在就送你去执法堂，让你更加痛苦。拜见陈长老。师傅，你竟然真的将弟子送来执法堂，你怎么这么狠心对我？这名杂游子私自上小玉峰，你们看着办吧。应该怎么处置？拉去执法房，用鞭子抽一顿，然后关起来。不要！我是陈长老的弟子。柳丫，你小子可别让他给跑了。我这2天准备一下，然后就娶她过门，纳她为妾。黄长老放心，她就是我带来专门孝敬你的。好，你放心，等这事儿成了之后，好处少不了你的。无涯，你回来了。回来了。无涯，你饿了吧？来，快来吃饭吧。陆伦，你也吃吧。无涯，我们一起吃。对了，陆远，我想跟你说个事。什么事啊，无涯？陆远，我想过几日我们便成亲吧。成亲？无涯，我愿意嫁给你，做你的妻子。本以为还要多费一番口舌才能劝说他答应，没想到这么简单。到时候红盖头一盖，他根本不知道跟他成亲的人是谁。宗主大人，你今日怎么有空来我小玉峰了？宗主大人，你在看什么呢？陈阳，我听说这次太古遗迹之行，你仅凭一己之力就除掉了魔宗12尊者之一的清鬼尊者，不仅救下了10大宗门的长老，而且还救下了大黎皇朝的人。是有这事，宗主你也听说这事了？不是陈阳，那可是魔宗12尊者之一的清鬼尊者啊！你怎么打得过他呀？宗主大人，此事确实是真的。你要是想知道具体细节呢，可以找其他长老问问，他们当时都在场的。那你现在是什么境界？我现在吗？化神境吧。化神境？我说宗主大人，你好歹也是一宗之主，别老这么一惊一乍的好吧？陈阳，你怎么修炼的？我记得你之前明明才灵海境啊，怎么现在就突破到化神境了？宗主，关于我是怎么修炼的，就不便透露了，还请宗主大人见谅。对不住啊，我失态了。宗主大人，你来小鱼峰不会就是为了专门问我这件事情吧？对啊，我就是专门过来跟你求证的。你现在可风光了，我这个宗主都比不过你。宗主，别人都是瞎说的，你可是天剑宗的宗主，谁不知道你的厉害啊？得了吧，你别再恭维我了，我不是那样小气的人。那宗主你还有其他事情吗？好不容易来你小鱼峰一场，我喝你一口茶总不过分吧？林轩儿，你被关了5日禁闭，今日已经期满，
现在你可以出去了。你可算回来了！我当初看你可怜，才将你留在药嫂堂。可是你呢，三番两次的给我惹祸。从今天开始，明天我不希望再看到你的身影，不然到时候别怪我亲自把你撵下山去。师姐，我可算等到你们了。我满心欢喜的去找陈阳认错求原谅，可是陈阳却将我送去执法堂。什么？那陈阳也太过分了吧！不原谅也就算了，竟然还将你送去执法堂受罚。师妹，你早该听我们的。那陈阳铁石心肠，怎么可能会原谅你？两位师姐，你们说的对，我就不该去找那个陈阳认错的。现在的他变得好狠心啊！好了好了，师妹别哭了。你现在认清陈阳的真面目也不晚，以后你可别再傻傻的去找他认错了，知道了吗？我知道了，现在我决定下山去当散修。药材堂的环境太差了，根本就不是人待的。当散修？师妹，你真的想好了？当散修可是很辛苦的。两位师姐，我想好了，我有上一世的经验在，也还记得上一世的功法，只要我肯努力修炼下去，迟早有一天我能自己解除身上的噬心蛊的。好吧，你以后可要多多保重啊，师妹，凡事多留几个心眼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，知道吗？两位师姐，你们以后也要多保重。唉，三师妹也太惨了，被家人背叛，还身中蛊毒，还被陈阳那个家伙送去执法堂受罚。是啊，事后他当了散修，估计日子也不会好过。毕竟要想自己解除蛊毒，就得修炼到灵海境。可是对于一个散修而言，修炼到灵海境谈何容易啊！时间过得真快啊！一转眼你都修炼到凝气9层了，这么强大，叫小黄这个名字太掉面了，以后你就叫大黄了。无涯，我终于嫁给你了，从今以后，我就你刘牙的李无涯的妻子了，我一定会好好爱你的。嘿嘿嘿，娘子，等急了吧？你是谁？李无涯呢？李有涯，他现在应该在外边喝酒呢。至于我是谁，我是你的夫君啊。你不是我的夫君。娘子，今天是我们的大喜之日，你要去哪儿？你要干什么？你不要过来！陆渊，你不会真以为李木丫的爱你吧？他可是收了我一大笔修炼资源，以后啊，你就好好留在我身边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这就是我爱了3000年的男人吗？这就是我坚定选择的男人吗？李耀雅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为什么？我陆渊哪点对不起你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师父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师姐，我突破到凝气6层了。是吗，师妹？我也突破到凝气7层了。师姐，我们只要这样修炼下去，迟早可以再次成为大帝的。师妹，你说的对，只要我们肯继续坚持，我们以后就一定可以超过李青云和赵川的。哼，我倒真想让陈阳知道，他不是一直都看不起我们吗？我真想看看，他知道我们突破2层境界之后会是什么样子。师姐，等下次我们见到陈阳，我们就告诉他好了，看他以后还敢不敢看不起我们。师妹，你说的对。好了，师妹，我们别说陈阳那个家伙了，贬得晦气。修炼了这么久，我们出去走走吧。听说了吗？其他9大宗门都来我们天宗了，还有大黎皇朝的人都来了。听说还有一位公主呢，是吗？那我们得赶紧过去看看。 9大宗门的长老，还有大黎皇朝的人，他们来我们天宗宗做什么？师姐，我们也去看看吧，这可是难得一见的阵仗。去吧。9大宗门的长老，还有大黎皇朝的人都来我们天剑宗了，这阵场可不多见。诸位长老，我们有缘再见。我今日表现这么好，你有没有什么奖励啊？奖励？陈长老，他们可都是来感谢你在秘境里的救命之恩的，都送你多少贵重礼物了，你还好意思跟我要奖励啊？我不跟你要就不错了。宗主呢不一样，比起我收的这些礼物，我更想要宗主的奖励。毕竟今天给我送礼的都是外人，而宗主你不是。陈长老，我看你就是贪心，本宗主还有事务要处理，就先回去了，告辞。陈阳，我们有事找你。有事？什么事？陈阳，你给我认真听好了。
我现在已经凝气6层了，师姐她现在已经凝气7层了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很意外？你不是一直都觉得我们离开了你就是废物吗？现在事实证明你错了。你以前一直都小看我们，现在是不是很吃惊？吃惊？不是，你们突破2层境界很了不起吗？大黄，过来！他就是当初吃下神元丹的那位，修炼比你们晚，可现在修为却比你们高。你们2个连他都比不过，竟然还有脸跑来我面前嘚瑟，你们是要笑死我吗？怎么可能？他竟然都修炼到凝气9层了！他怎么可能修炼到凝气9层了？你们2个连他都比不过，还有脸来跟我炫耀？我真不知道你们在炫耀什么。不可能的，陈阳，他怎么可能比我们强？你一定是在骗我们的，对不对？还不信是吧？大黄，上，让他们看看你的实力。真是气死我了！陈阳凭什么二话不说就让大黄打我们？就是啊，我们只不过是跟他说了一下我们突破的事情啊。师姐，最让我生气的是，我们修炼了那么久，竟然连大黄都打不过。是啊，真是可恶！我们曾经可是大帝啊，现在竟然大黄都打不过了，都怪陈阳！要不是陈阳给大黄吃下神元丹，他怎么可能会比我们厉害？要是我们也有神元丹就好了。是啊，要是有神元丹就好了，我就能再次成为绝世天骄了，又哪里会像现在这样落荒而逃？喂，你是哪里来的乞丐？你不知道这座破庙是我们的地盘吗？乞丐？你说我是乞丐？我才不是乞丐！管你承不承认，反正我告诉你，这里是我们的地盘，你以后不准再来了。明天天亮以后赶紧走，知道吧？想不到我林轩儿有一天竟然会被人当成是乞丐，还真是可笑。还是继续修炼吧。喂，你们还有馒头吗？可以分我一个吗？你还说你不是乞丐？你看你现在都跟我们乞讨了。就是啊，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有人跟我们乞丐乞讨的。竟敢笑话我！好，我们就笑话你了，怎么样？对啊，你能把我们怎么样？你们竟敢羞辱我！今日我林轩儿势必要给你们一个教训！大人了！有人抢乞丐的东西吃，还有没有天理了？连乞丐的东西都抢！救命啊！这一切都只是暂时的，等明天以后，我就去找修炼资源。有了修炼资源，我的处境就可以好起来了。既然我们接了同一个任务，那我有话就直说了。你们别看这次的任务只是去斩杀一群凝气6层的妖兽，可这些妖兽却皮糙肉厚，非常不好对付，而且它们数量众多，稍有不慎，我们可能就回不来了。为了顺利完成这次任务，我们大家还是都说一下自己的修为境界吧。这样一来，大家都对彼此的实力有一个了解，我们也能互相有个照样，也能更好的完成任务。师姐说的对，我李慧君是凝气8层境界，我是凝气9层。两位师妹，你们呢？是什么境界？我是凝气7层。什么？才凝气7层？才凝气7层？你这实力有点低了吧？行了行了，两位师妹，你们先别说了。你呢，周师妹，你是什么境界？我是凝气6层。什么？才凝气6层？一个凝气6层就来跟我们组队，这不是来搞笑的吗？凝气6层能帮到我们什么？不拖后腿就不错了。师姐，他们实力太低了，他们会拖我们后腿的。就是啊，他们这样的实力，搞不好等遇到妖兽的时候，还要让我们去救他们呢。对，我看啊，让他们重新去选其他任务好了。凭什么？这个任务是我们先看到的，凭什么让我们去做其他任务？我让你重新去做其他任务是为你好，我这样做有什么不对？对啊，就你们2个这点实力，还选这种难度的任务，你们是真不知天高地厚。你们简直是欺人太甚！这个任务是我们先接下来的，要换任务也是你们换。好了好了，既然都组队了，那就这样吧。你们实力低一点就低一点吧，我认了。师姐，他们会拖后腿的。就是啊，师姐，让他们跟着去，非但帮不了我们多少忙，
到时候我们还要分奖励给他们，我们太亏了。行了行了，就这么着吧。这一次的赤焰珠太多了，竟然让我的剑多出了这么多的豁口。是啊，师姐，我的剑都断掉了。不是吧？一把破剑，你还真当成宝了？任务奖励是20颗聚气丹，我现在分，我们每人4颗。师姐，他们2个总共就灭了4头妖兽，凭什么和我们分一样多的聚灵丹？对啊，师姐，他们2个没出多少力，和我们分一样多，这样我们也太亏了。师姐，还是拿1颗聚灵丹分给他们好了，反正他们出力最少。就是啊，师姐，剩下的我们自己分，这样我们才不亏。凭什么我们也要分4颗聚灵丹？这次任务是我们先接下来的，我们也跟着去了，而且我们也出力了，凭什么只给我们1颗聚灵丹？凭什么？凭你们就杀了4头妖兽，还好意思跟我们分同样多的聚灵丹？你们好意思吗？这次任务你2人出力最少，所以我觉得分1颗聚灵丹给你们，合情合理。就该这样分，这样最公平了。就是啊，我也觉得这样分合情合理。气死我了！我们忙活了那么久，竟然只得到1颗聚灵丹，这也太欺负人了！太过分了！这3名神霄峰的弟子简直是欺人太甚。要是我能打过他们，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师姐，我不服，凭什么我们只有1颗聚灵丹？他们太欺负人了！师妹，别伤心了，下次我们2个再也不找别人组队了，这样别人就不能分我们的奖励了。陈长老，今日我来这里是有一件事要和你商量一下。哦，什么事？陈长老，你可还记得，再过1年就是南荒10大宗门会武的盛世了？知道，各宗之间轮流比试，决出胜负，然后再根据比试情况给10大宗门重新排名。可惜我们天剑宗已经连续500年排名垫底了。你这次来是要和我商量这事？对，陈长老，若是你小云峰能拼尽全力为宗门而战，届时排名定然也不会差。宗主，我小云峰定当全力以赴。陈长老，这些修炼资源你们先拿去，等不够了你再跟我要。宗主，这些修炼资源你还是拿回去吧，我小云峰不缺修炼资源。陈长老，就算是为了宗门，也请你收下。宗主，我小云峰真不缺修炼资源。好吧，那等你们缺修炼资源了，可一定要跟我说。对了，陈阳，我还有一事相求，不知道你方不方便？什么事？陈阳，我想让你陪我去一趟东荒。你去东荒做什么？眼看着10大宗门会武就要到了，身为宗主的我心里也着急啊，想要去寻找一株万年神血，助我突破到化神境。陈阳，你愿意陪我去一趟东荒吗？好，我陪你去。真的？我们什么时候出发？明日就出发。好，那明日我们一起去东荒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陈阳，谢谢你。想不到啊，重生回来这么快又要去东荒了。上一世就是陨落在了东荒的神云谷，巧合的是那万年神血刚好生长在离神玄谷不远的区域，到时候免不了要就地重游了。太好了，我终于找到一株灵草了。不好，这里竟然有妖兽！总算是摆脱这妖兽了。我现在得赶快回去，将那株黄参草拿到手。有了这株黄参草，我就能加快修炼速度了。虽然一株灵草并不足以让我突破境界，但也可以帮我提升一些修为了。
我的黄参草，你是谁？快把黄参草还给我！这可是我找了2天，好不容易才找到的一株灵草。哼，还给你？你在说什么胡话？那是我的，作为散修，抢夺灵草本来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，你竟然还想让我还给你，真是天真！你别走，你不准走！你把我的黄参草还给我！我找了2天，好不容易才找到一株灵草，现在竟然就这样被人抢走了！凭什么抢我的灵草？可是我好不容易找到的，你是不是人啊？你是谁？我啊，我叫宋青青。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哭啊？方才有一个人抢走了我好不容易找到的灵草。你别太伤心了，经常有散修来这里寻找灵草，像我们这种修为低下的散修，能保住性命已经是天大的幸运了。好了，我实力低下也被人抢过，你要是信得过我，以后咱们俩搭个伴，一起去寻找灵草。搭个伴儿？我就是被抢怕了，所以才想找个人组队的。我知道有一处山脉，那里的灵草比这里多得多，我们2个一起互相有个照应，怎么样？真的吗？你真的愿意带我去寻找修炼资源？我一个人太危险了，有你跟我一起，我安全多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你跟我组队就对了，你不会后悔的。行了，我先扶你起来吧。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寻找修炼资源啊？你不会骗我吧？你别急，我不会骗你的。等过2天我就带你去。你现在身上受伤了，我们还是先下山，我帮你包扎一下伤口吧。好。他可比师尊对我好多了，真是个好人。师姐，这一次任务我们不跟别人组队了，这样就不会有别人欺负我们了吧？师妹放心，这一次就我们2个人。而且我听说那个九幽森林当中还生长着紫乌草，要是我们能找到的话，说不定就能一下子突破2层境界了。真的吗，师姐？要是我们找到紫乌草，那我是不是就有希望能突破到凝气8重啦？当然是真的，到时候我的修为就能追上陈阳养的大黄了。下次见面，我就要对大黄不客气。太好了，那样的话，我突破到凝气8层，也就只比大黄第1层境界了，追上他也就不是问题了。不过紫乌草太过稀少了，我们能不能找到还得看运气。没事的，师姐，说不定我们运气好，真的找到了呢。快走吧。这鬼天气说下雨就下雨，要是明天不能停，我们就得冒着雨进山去找龙阳果和紫乌草了。师妹放心吧，我看估计明天早上起来就停了，到时候我们就能进山了。别紧张，我是云溪宗的弟子，我叫孙若晴。这位是我们云溪宗的真传弟子李思雨，是我们云溪宗的第1天骄，相信2位对他应该有所耳闻吧。上一世在10大宗门会武之上，这李思雨曾以1招之差败给了我，所以每次见我都毕恭毕敬，甚至可以说是谄媚。这2人如此卑微的修为，来这里干什么？在下柳如烟。哼，我叫周青米。柳师妹、周师妹，不知你们2位来这九幽森林是来做什么的？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完成宗门任务的。那你们来这九幽森林做什么？我们来这里是来寻找紫乌草的。不过紫乌草实在太过稀少，想要找到难如登天。原来是这样。对了，你们是天剑宗的吧？可知李青云和赵川最近修炼到什么境界了吗？什么？我说，你们知不知道李青云和赵川现在修炼到什么境界了？哼，我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。自从上次和他2人在太古遗迹一别之后，到现在也有一段时日了。我每次想起他2人率领我们击退魔宗的场景，心里都是忍不住的敬佩。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他们一面。对了，上次在太古遗迹时，我看到那李青云和赵川使用的法宝颇为不凡。你们知道他们2人的法宝是什么品级的吗？是不是圣品级的？那李青云和赵川有什么了不起的？用的法宝还不是我们的？喂，李师姐问你们话呢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，无可奉告。你要问就自己去问李青云和赵川，我们什么也不知道。李师姐，这2个天剑宗的弟子既然也要进入九幽森林寻找灵草，要不要我们叫上他们一起，互相有个照应？哼，他们2个修为太低了，而且穷的只能用破剑，给我提鞋都不配，我才不想让他们跟着。师姐，这李思雨太过分了，
我们又没得罪他，他凭什么这么看不起我们？哼，这李思雨在前世一直都巴结讨好我，现在竟然这样贬低我，他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上一世我比他厉害不知多少倍。对啊，而且我们又没说要和他们一起，是那个孙若晴说的，关我们什么事？行了，师妹，时间也不早了，我们也赶紧进山去寻找龙阳果吧。我也吃的差不多了，我们走吧。看来这神血还真是极为稀少啊！我们已经分开寻找了，可找了这么久，仍然也没有找到。陈阳，救我！别怕，我来了。云烟，放心吧，我来了，没事了。不好，我这是中毒了。青青，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我一个人根本找不到灵气这么浓郁的落霞山脉。不用客气，既然我们2个人一起组队了，就应该相互信任。要谢的，青青，要不是你，我一个人根本找不到这里。我们还是赶快进去吧，这样我们也能多找到一些修炼资源。对，我们赶快进去吧。真是个呆子啊！我之所以带你来这里，是因为发现了阴阳玲珑草，可惜有一头凝气3层的妖兽守护。青青，是阴阳玲珑草？是啊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！青青，有妖兽，快走！骗子，大骗子，太过分了！怎么可以这样骗我？要不是我运气好掉入这陡坡，我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。宋青青，我只是想找一些修炼资源，我有什么错？为什么要这样针对我？黄远称、李浩压，你们给我等着！只要我逃出去了，以后我陆渊一定要将碎尸万段！你是谁？我是被黄远庆抢来的，还想让我给他的那些小妾下跪敬茶，休想！你呢？你也是那个糟老头子抢来的？我叫陆渊，跟你一样，总有一天我要灭了他。陆渊妹妹，你放心吧，我张家好歹也是云阳城赫赫有名的修行世家，我夫家也是有名望的修行家族，我如今被抓，他们不可能会坐视不理的，到时候就可以把你也一起救出去了。太好了，姐姐你这次可真是帮了我大忙了。我师父可是天剑宗的长老，只要我回到我师父身边，要不了多久就能回来报仇了。到时候我连你那一份仇也给报了。师姐，你快来，你快来呀！紫乌草，我找到了。师妹，你真找到紫乌草了？有了这株紫乌草，我们就能突破2层境界了。太好了，师妹，这样的话，我柳如烟就能追上陈阳养的大黄了。是啊，师姐，有了这株紫乌草，我也不比大黄差多少了。我们快把这株紫乌骚带回宗门吧，我现在太想回去修炼了。师姐，那2个天剑宗的弟子运气也太好了吧，紫乌草这都让他们找到了。哼，没想到还真让他们找到了。师姐，这紫乌草太稀有了，我们要不就去把这紫乌草给抢了吧？好，那就抢他们的，谁让他们运气差遇上了我，他们活该。站住，李思雨，你们想做什么？想干什么？我就直说了吧，你们2个快把紫乌草交出来。你胡说什么？什么紫乌草？我没有。哼，刚才我都看到了，快交出来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好好的搜，找到了！气死我了！我的紫乌草啊！李思雨，你太过分了！师姐，那可是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的紫乌草啊！李思雨为什么要抢我们？现在我们的紫乌草没了，彻底没了。在前世，这李思雨可不敢在我面前放肆的，可是现在他竟然敢抢我们的紫乌草，偏偏我们又拿他无可奈何，真是太气人了。上次神霄峰的那3名女弟子欺负我们也就算了，现在李思雨凭什么也来欺负我们？唉，怪只怪我们太弱小了。如果在前世这个时候，我们已经是天罡境后期了，跟前世比差得太远了。
哼，要是我现在是天罡境，这李思雨敢来抢我们的紫乌草，我一定会让他付出千倍万倍的代价。行了，师妹，虽然紫乌草没有了，好在我们还有龙阳果，我们回到宗门还可以领取奖励。这李思雨太过分了，等以后我们修为上去了，要是再遇上他，我一定要报今日之仇。这次被抢是我们运气不好，下次应该就不会这么倒霉了。师父，我回来了，我终于回来了。你是何人？来我们天剑宗做什么？在下陆渊，我想见一下小云峰的陈长老，劳烦你们去通报一声。我们天剑宗的陈长老近日有事外出，并不在宗门里。那他什么时候回来？对不住，这个我也不知道。大师姐，二师姐，我终于见到你们了。师妹，你怎么了？对啊，师妹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李无烟呢？你没跟他在一起啊？师姐，我错了，师父他是对的，李无涯他不是好人，他把我坑得好惨啊！师妹，到底怎么了？李无涯他把你怎么了？你快说啊！那个李无涯他根本就不是什么男人，骗我回魔宗说要跟我成亲，却把我拱手送给一个糟老头子。师姐，那个李无涯、黄远庆，他们将我害得这么惨，我陆渊一定不会放过他们的。我这次回来就是想要跟师父认错，然后让师父帮我。师妹，你想让陈阳那个家帮你，我劝你还是别想了。对啊，四师妹，陈阳那家伙冷血无情，他是不会帮你的。两位师姐，你们为什么这么说？师妹，前段时三师妹也是和你一样回到宗门，跟陈阳认错，可是陈阳那家伙一次又一次的拒绝了三师妹，最后三师妹心灰意冷之下，不得不离开宗门，下山去当散修了。唉，估计现在三师妹身上的蛊毒应该还没解吧？是啊，三师妹当初都那样求陈阳那个家伙了，可陈阳却帮都不帮一下，非要眼睁睁的看着三师妹受苦。我看啊，你还是趁早死了这条心吧。不可能的，师父对我那么好，他绝对不会不管我的。师父听到我的遭遇后，一定会心疼我，也一定会帮我的。行吧，四师妹，我知道你不相信我们说的话，那就等你见到了陈阳那个家伙，看到了他冷漠无情的样子，你自然就会相信了。是啊，四师妹，那你就去求他吧，等你被拒绝了，你就知道他有多无情了。行了，四师妹，我刚下山做任务回来，现在需要回宗好好休息，就不能在这里陪你了。不，我不信，师父他一定会帮我的，对，他一定会帮我的。我这么惨，师父肯定会心疼我的。师父前世对我那么好，他不会任由我被别人欺负的。对，师父一定会帮我的。他是谁？云烟，你先进去吧，我随后就来。好吧，那我先进去了。师父，我终于见到你了！师父，我总算叫你了！师父，我错了，我不该不听你的话的。那个李无涯把我害得好惨，我就不该相信那个李无涯的。陆渊，你可别认错，你不是一直都怪我阻止你跟李无哈在一起？你现在也如愿以偿的得到了你想要的爱情，你现在应该是全世界最快乐的人了，不是吗？你怎么哭了？你别哭了，你别哭了，你倒是笑啊！师父，你别这样好不好？你现在怎么不心疼我了？师父，我现在好惨，你安慰安慰我好不好？安慰你，陆渊。这不就是你想要的爱情吗？你今天的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，你活该呀！师父，前世的你但凡知道我受了委屈，早就心疼我了，根本不会这样嘲笑我。你前世欺师灭宗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想想我是全天下最疼爱你们的师父？你现在在外面受了欺负，知道我才是对你最好的人了，晚了。师父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知道我前世不该那样对你的，可弟子那样做也是因为我们之间有误会。弟子要是早知道李洛亚是那样的人，弟子就不会误会师父了。陆渊，你可别再叫我师父了，我真嫌恶心。还有，让我原谅你这辈子都别想了。陆渊，说实话，看到你这么惨，我就放心了。师父，我真的错了，你帮帮我吧。师父，你回头看看我，我可是你最疼爱的弟子啊！师父，你怎么不原谅我？你给我等着，我陆渊自己想办法。别以为没有你，我陆渊就报不了仇。你给我等着，我陆渊总有一天会报仇雪恨的。陈长老，刚才那个漂亮姑娘是谁啊？是吗？我们没必要理会她，估计她这会儿已经自己下山去了。陈长老，该不会是你外面惹的风流拽吧？我的宗主大人，我陈阳对天发誓，我真的和刚才那个姑娘清清白白的，一点事都没有。好吧，那我姑且相信你。弟子拜见师父，拜见宗主。以后你们别叫我宗主了。不叫宗主，叫什么？以后叫师娘。师娘？
对，叫师娘。以后她既是宗主，也是你们的师娘，知道了吗？师娘。以后你们两个也是我的弟子了。你们要是有事情，除了可以找你们师傅，也可以来找我，听到了吗？好的，师娘。行了，你们两个下去吧。行了，天色不早了，我该回去了。你回去是有什么事要处理吗？天黑了，我该回去休息了。如果只是想休息的话，我小云峰上也有很多房间。弟子拜见师娘。师娘还有事，要先回主峰了。好的，师娘。唉，师姐，也不知道那四师妹怎么样了。陈阳那个家伙肯定是不会帮他的。哼，陈阳太狠心了，明明三师妹和四师妹都那样惨了，他却始终无动于衷，一点忙都不帮，这实在太过分了。是啊，那个陈阳太不是人了。一想到他这么惨，还要被陈阳拒绝，他肯定是伤心极了。你们在说什么？拜见宗主。谁给你们的胆子，竟敢在背后妄议长老？宗主，我们知错了。对啊，宗主，我们再也不敢了，求您饶了我们。既然错了，那就要付出代价。来人，将这两人押去执法堂重罚。陈阳，我件事想让你帮我。怎么了？具体什么事？有魔宗的人藏在江家村，我们执行任务的有4名弟子惨遭毒手了。我怀疑这次魔宗有可能是冲着我们天剑宗来的，所以想派一个人去江家村查一下。江秋影，我上一世的第5个逆徒，正是江家村的人。陈阳，我想让你去江家村走一趟，你愿意去吗？好，明天我就去江家村看一看。这我可不管江秋影的闲事，他不是想要他爹娘的遗物天血珠吗？那就让他自己拿着吧。